欧洲就是3个字，叫做盘中孙。川普强索格陵兰，直接对干欧洲的本质就是 C5 战略的推进。G2 里面，美国跟中国雄踞世界的2大势力，可是背后这个印俄日是没有欧洲的，欧洲就是等着被瓜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川普强索格陵兰去干欧洲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那个被白宫所否认的 C5 战略的推进，这个就是川普推的。去年11月，我们不是已经谈了很多次了吗 ？NSS 就是国家安全策略里面所提出来的，但是后来白宫否认了。可是川普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一直非常的暧昧。那你仔细看这所有的5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人口一定要破亿，人口不破亿没得讲，要不就经济强国，要不就军事强国。那中美是经济加军事双强国，印度呢，在经济上去击败了英国了嘛，也击败了日本了。现在世界上呢，GDP 总量啊，第一美国，美中德印日，日本今年的 GDP 总量呢掉到了 4.25 兆，所以印度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4大经济体了，即将来挑战德国。那德国如果经济再不成长的话，依照印度呢，连牛粪都可以转换成 GDP 的策略，那基本上就上去了。Greenlands belong to the Greenlanders， 就是说格陵兰属于格陵兰等等，这是格陵兰的国旗啦。你要说格陵兰怎么会有国旗呢？因为其实在格陵兰的实质状态，它事实上是个自治领。这个自治领的概念是它的主权实质上最上层主权当然目前是属于丹麦没错，但是它已经几乎拥有自己全部的主权。那为什么格陵兰不独立呢？因为格陵兰太穷了格陵兰它的政府是没有办法自持的因为格陵兰的问题在于说它的开发度很低，所以导致呢格陵兰虽然有超级丰富的矿产，好像这个是格陵兰的地下的矿产，中间有一大片的冰冰层底下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现在这个是它有探明的地方那你可以看到各种矿产而且格陵兰近年来不管怎么投票，比如说像格陵兰的5个主要的政党格陵兰也是有政党，它是采议会制的一个政府，它就是一个准国家的概念虽然它叫自治领，它事实上它已经进入一个准国家的意涵了。它虽然也奉这个丹麦女王作为名义上的元首，但整体来讲它就是一个准国家的一个主构，只是说因为财政一直无法自己，所以每一次格陵兰的独立公投都卡在这一关上面。还有因为格陵兰跟丹麦也跟很久了，跟了好几百，所以事实上这个独立意愿就一直在那边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这一次算是川普把这件事给炒热了所以呢美国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川普呢在1月4号的时候，他跟现任的丹麦首相弗德里克森，那弗利克森呢他直接就公开批评川普要再度取得格陵兰的这种说法要求美方停止威胁丹麦。但是呢川普反其道而行他直接任命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叫 Jeff Landry 作为格陵兰特使意思就是说我前面可能是嘴炮，但我现在我真的要来干。你不要低估这个特使俄乌和谈我们一开始以为他是嘴炮嘛，什么24小时、48小时、1个月，他妈讲了一大堆，对吧？可是他真的搞了一个特使之后呢，他真的特使就真的在推果然川普忍不了几天出大招了。他说直到美国能购买格陵兰为止，直接对8个欧洲盟国加征10% 的关税毫不拖泥带水而且是2月1号就开始1月17号宣布，它等于是给你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除了格陵兰宗主国丹麦之外呢，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荷兰、芬兰还有英国，这里就不得不佩服川普，真的玩得很狠而且这里面非常好笑，因为挪威根本就不是欧盟成员国，但他没人在管的，他直接 po 了。大家也知道，因为事实上格陵兰跟挪威事实上有一些历史上的渊源但是他基本上把北约搞成一起嘛。到了1月18号，欧洲国家集体红温因为首先呢，他基本上把欧洲的3大国都给加进去了嘛，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嘛。那你这有没有发现呢？其实他就是把跟北大西洋比较有关联性的国家加进去了。对川普来讲，他并不在乎欧盟有谁，他也不在乎北约有谁，他的具体做法他就是认为你阻止我，或你这是相关联国家，你们就自己去想办法。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所谓的8国，它其实是一种分化战略，因为它的具体说法是他不要让格陵兰被中俄所具有嘛。那其实欧盟里面有一些国家也是面向大西洋比如说西班牙好了，西班牙这个国家也是面向大西洋而且呢，西班牙这里有一个特色是西班牙跟中国关系非常的紧密大家也知道
整个中国的汽车产业落地啊，主要在西班牙跟匈牙利，对吧？那你这次你这样搞过来，你看沿海一岸，你这没有什么逻辑，你知道吗？你说英国，那爱尔兰呢？爱尔兰也没中枪啊，爱尔兰小啊，那爱尔兰小，那挪威、荷兰不也小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整场你要谨记这个手牌，你就会知道今天所有事情啊，川普真的在玩。那逻辑是什么呢？很简单，他并不是要中俄。他拿格陵兰真的是要对抗中俄吗？不是，应该更精确的说，拿中俄恐吓欧洲啦。那拿中俄恐吓欧洲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扩大他的势力范围，而且他要实质掌控，他不要间接掌控，他要直接掌控。当然，你说他有没有防范中俄？那也是，但是他想要整个美洲的全境，但是巴西卡在这里很难处理。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因为巴西的一个反抗哦，基本上除了阿根廷这个疯子之外，哦，其实大多数国家，包括智利都强烈的反美，所以呢，对于北美洲来讲，因为他抓住了阿根廷这根钉子嘛，所以基本上虽然不能威慑南美全境，但大体来说，直接控制区域加勒比海沿岸，那包括委内瑞拉，还有这个以这个盖亚那高地为核心，这样划开出去。然后呢，上次我跟大家讲欧洲的时候，我就说东欧啊，大概的势力范围就是波三角已经实质上被放弃了，分界线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埃西亚、塞尔维亚这一线下来，这一线下来。我跟大家讲塞尔维亚在拜登的时期就4个字叫岌岌可危。进入川普执政之后，前期确实也形势很糟，但你有发现翻过年之后，塞尔维亚全境反而相对安定多了，因为在塞尔维亚搞事的主要是那些 NGO， 那些 NGO 跟民主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是大家也知道，民主党的杠杆跟翘板是什么？美国援助总署，所以事实上被川普给解散了嘛。那你仔细看，塞尔维亚、匈牙利、斯洛伐克这3个国家串在一起，都是相对亲俄罗斯的，也相对有中有华的。就我之前跟大家讲一线，从加里宁格勒到波兰，然后到捷克斯洛伐克，到奥地利，到塞尔维亚这一条中轴线哦，这大概就是川普想象中啊势力交界线。但是这条线哦，我所谓这条线，它不是直接从这条线切下去，而是说这是一个势力范围。这个以东的国家，川普可以不叫不在意，但该分的利益不能少。什么意思？把乌克兰分了，美国利益是不能少的哦。我在乌克兰投那么多钱，我得回收啊。那至于这条线以西的，那就是小弟还讲的好听一点，要贵。所以这线一画，你就知道为什么他用关税去打的国家是哪几国。你看哦，那西班牙在这里，西班牙跟中国很亲近，那理论上顺手逮他不是很好吗？那川普理解逻辑不是这样啊，他就不是要对付中俄嘛，他是要划分势力范围。在他的理解里面啊，把势力范围划分完之后 ，G2 就完成了。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讲了，不要拿中国当作要挟的借口。好家伙，这也是大陆外交部一眼就看穿了这个事情。外交部发言人讲，美国不要拿中国威胁当作借口追求私利，强调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秩序要被维护。所以我讲这套不是我乱讲的，真的是有脉络。好，再来，为什么说这条线你似曾相识？因为这条线虽然没有回到苏联时期的边界，苏联时期边界哪里？外交人手出党，大家想啊，在冷战时期的话，冷战时期是这样子，对，然后呢这里画过来，对吧？这是海上，海上我就不画了，然后陆上，好，橘色的是什么？橘色的是苏联时期的势力范围，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所谓的铁幕嘛，对不对？那你想，我们刚才画的那条线什么？那条线哪里？那条线从加里宁格勒拉一条线贯穿到塞尔维亚，这样对不对？随便这个势力范围都比什么？来这个橘色还有一条没画到。苏联的时候，芬兰偏向中立，但是基本上这个应该是这么说啦，芬兰属于一个缓冲带。但是呢，你看这条势力范围，除了芬兰之外，那这个地方呢，3小国变缓冲带了。对，感谢，你看，谢谢大家。对，你看，然后你看哦，冷战之后的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到哪里了？剩白俄罗斯，然后乌克兰变缓冲带，对不对？然后呢，格鲁吉亚也跑掉了，现在亚塞拜然也跑掉了，对吧？那冷战之后，这个红色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红色这个应该是，我们看一下，拿那个 color 好了 ，pass color。对不对？紫色呢是可能的 C5， 橘色呢是在冷战的时候那些西到不了了，好吧 ？OK。所以 C5 是川普要的，后冷战一开始界限在这里，冷战的时候界限在这里。你看，其实对于俄国来讲，它是大幅的后退嘛。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咋干呢？自然而然哦，俄罗斯他是怎么说？你看哦，克里姆林宫的说法啊，美国如果取得格陵兰，川普将写入历史，但克里姆林宫避免替其背书是否合法、是否可行，并
并由俄国外交部反批西方把格陵兰议题说成是防中俄的双标，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中国是一眼看破了川普的 C5 战略，这得利最大的是俄国啊，但是你呢，还批西方说你怎么可以把防中俄这件事情，这是个双标啊，这是实在啊，这是路透社去报道，你知道吗？所以俄罗斯是这个在偷笑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理解说我为什么刚才画了这条线，我紫色的这条线。事实上是让整个莫斯科爽到，但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在索讨格陵兰的时候，他基本上他所制裁的国家，很明显就是在针对讲白，在欧洲里面他认为比较不乖的啦，意识形态比较强烈的这几个国家，他就来这样主打一个制裁他们。整个欧洲国家是怎么去反制这件事情的？因为川普目前来说，他并不想要直接出兵。就如果套一句邱世清老师所说的，那很简单嘛，美国军人只要走出基地，打开大门，然后去把格陵兰的旗帜降下来，把丹麦旗帜降下来，拉上美国国旗，这事情就结束了。这是为什么川普不采用这个策略呢？他要的还是不打破，他要的是不打破北约跟二战体系的方式来完成。如果真出兵就完了，因为这个等于说北约是什么集体防卫体系嘛，结果你不但不集体防卫，你还打自己人。所以为什么要透过关税去压迫？很简单，因为我就是要用一个暴力的手段，但我依然是走条约体制。所以呢，你就看到啊，1月18号的时候，欧洲开始出现集体反制跟协调动作。那欧盟呢，前所未见的反制手段，召开紧急协调。英国首相斯塔默也跟丹麦欧洲执委会主席、北约秘书长跟川普通话，表达对关税惩罚盟友的反对。可是有效吗？最主要的问题是，欧洲是真拿不出方案哦。面对这件事情呢，当然第一个，如果你欧洲要应对美国的话，那你至少你要表现出一个强悍的决心。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呢，欧洲组成了一支欧洲联军，代号叫做北极耐力，总共派了50个人，叫做8国联军。我跟你讲最好玩的哦，欧洲人啊什么不会啊，他们打笔仗最会。他们已经在维基百科写了一个条目，就叫做北极耐力，然后呢就大张旗鼓在维基百科上写，我丹麦先期呢，我会啊把部队提升到150人大军。那你倒是肚子一下啊。他说啊，在2026年1月15号，根据报道，2架丹麦的洛克希德马丁 F-15闪电战机已经呢被安置到部署到冰岛。不是吧，哥们，你连把战机派到格陵兰你都不敢，你派到冰岛要干嘛呢？这实在是太荒谬了。那你还大张旗鼓写了一个维基百科，刚才派去而已啊。就在1月18号，他们离开了。我的天哪，你才刚刚看到他派到。最扯的事情是，荷兰的国防部长他竟然还说，我们应该会在短期内派更多的士兵。是的。段子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官方宣布的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啊。就是说，其实川普这一举基本上已经是看穿了北约这些国家的虚伪，就他们事实上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离开美国的保护，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目前来讲呢，这整件事情，欧洲的底线叫做没有底线。更可笑的事情是，现在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是之前荷兰的首相嘛，他呢紧急的会见了丹麦国防部长，然后格陵兰的外长。问题是会见这个要干嘛呢？有什么意义吗？重点不是在这里，你北约老板是美国，你不去帮大家成员国去跟美国抗议，结果你跑去跟受害者说我们要努力来协防啊！不是那美国要进来，你北约你找这个丹麦跟格陵兰有什么用呢？然后那这整件事很有意思因为我一开始的开头我就讲了，这是个 C5 战略。川普他是真的想并吞格陵兰没有错，但是这也是他的 C5 战略，也就是他在测试欧洲是如何的软弱。Why do we have to take over Greenland? If we don't do it, Russia or China will take over Greenland, and we're not going to have Russia or China as a neighbor. 美国现在呢，他要的是我把这个世界格局转换成对美国更加安全有利的 G2 格局。所以呢，在基于这个 G2 格局呢，首先第一件事叫界定势力范围。所以美国要的是什么？南北美洲
还有欧洲的一半。非洲目前美国比较没有办法施力。再来呢是亚洲，亚洲的话，日本还是顶在这里，但我基本上我可以一定程度的退哪里呢？我可以一定程度的退到这个关岛，但是呢，在不触及从二战以来的这样的世界的一个格局布局。那所以这就是我美国的安全法了嘛。日本作为我的底线，然后从日本拉一条线往后就是第二岛链。第二岛链呢，我就把关岛建设成一个核心中枢。我跟你中国拉得够远了吧？所以谁一定会被放弃？赖赏一定会被放弃。所以为什么李在明这么快就跑了？你以为李在明看不懂吗？李在明是看得很懂，所以他跑得很快啊。所以他为什么要格陵兰？而且我上次有讲了嘛，美国拿了格陵兰，加拿大压力就来了。来，加拿大总理去哪里了？卡尼去哪里了？卡尼就跑到北京去了，不是吗？所以加拿大当然不是真心的去找中国嘛，加拿大怎么可能衷心找中国？加拿大现在是为什么？讲白了，现在因为美国太压霸了。然后讲一个历史，大家知道加拿大跟美国是打过生死存亡之战的。你去查一个战争叫做英美战争甚至被美国人称为叫做第二次独立战争。因为那一次啊，当时属于英国自治领的加拿大，英国殖民的加拿大呢，英国的部队加加拿大的部队一口气打进了华盛顿啊，还一把火把华盛顿给烧掉了，白宫也烧了。那为什么打英美战争呢？因为英国跟美国始终在整个北美地区，他们就是彻底的一个对立的状态。从各种的地理条件来说，英国取得的加拿大，它的整个条件是比美国来的差的嘛。可是差别是什么？在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时期啊，他的国力碾压了美国一头，所以他可以透过支持加拿大的方式来碾压美国。这也造成美国的一个历史很简单一个逻辑嘛，加拿大从来不是什么善财啊，加美从来不是一体啊。所以只要有机会打压加拿大，美国从来没有手软。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川普死咬格陵兰啊4个点。第一，实质上的要来扼控整个北极的航道跟战略地缘，在北极里面占据最大面积的其实就是格陵兰200多万平方公里，并且呢主要航道都受到了格陵兰的监控，因为格陵兰刚好卡在航道的出口这里，虽然这个范围是很大的。第二个是关键矿物，第三个是对盟邦的服从度的测试。就是格陵兰我就是要来跟你交易，其实上这是不是安全议题的，它这是个主权议题啊，把主权议题跟关税绑在一起，你不割领土给我，我就关税惩罚你，那就代表说我是可以给你交易的。那当然背后除了主权议题之外是什么呢？就是把主权议题这个格陵兰背后他用中俄的威胁，所以就是要把安全议题再给包进来。第四个，透过外部扩张来转移国内叙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欧洲竟然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这是何等可悲。但这也代表什么？这也代表欧洲真的是彻底的衰弱。所以这4个呢，你就可以去理解说川普到底在打算的是什么东西主权能够被标价，能够用关税来换取的时候，那这个关税是无。所以川普最近发了一篇图啊，关税之王。他的想象很清楚，我就是利用关税来达到这个议题的标准。而且你看各位，这张图很有历史上的意涵。帝国主义者在桌面上划分全世界的时候，就是压着桌子。这当然啊，是当时中国要被瓜分的瓜分危机嘛，这是一个妥妥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样态。但是有这个可笑的地方是，今天帝国主义反向的对欧洲人来施予。当年帝国主义者，英国、德国、法国，现在自己变成桌上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逻辑去理解之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我一直讲 C5 是有我的原因的。那为什么欧洲大血包呢？因为如果不吸血欧洲，还要吸血谁？还有谁可以被川普这样吸血？但是当然中国是有破局之法。中国的破局之法是什么？我一直讲中国的破局之法叫做 CRN， 让世界走向更多极化。当世界走向更多极化的时候，你要透过 G2 来控制全世界的逻辑就会被打破嘛。但是美国的做法是什么？我拉 G2， 我知道 G2 控制不了世界啊，所以呢，我会再把什么 G2 再往上升一级，叫到 C5， 也就是透过 G2 这个核心，我再往外扩一级到 C5， 透过这个 C5 可以达成我的 G2， 也就是 C5 跟 G2 是互补相成，所以呢，打压欧洲是贯彻 C5 战略啊 C5 战略的一个核心逻辑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强索格陵兰。强索格陵兰当然有很多的目标我们都讲了，但是打压欧洲是一个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透过打压欧洲才可以继续维系着，或者是更大的去扩张美国在 G2 战略当中，它能够巩固住它的地缘的一个强度，这是一个必然的。